先生，你要买笔记本吗？是的。请这边。我爹的手啊！你个死老头，谁叫你长得这么丑？早饭都是你给我赔啊！我希望你永远跟我在一起，跟我回家吧。好。你不是说要和我一起打怪升级玩游戏，永远不分开吗？我不帮你挂咸鱼，我哪有钱？我没有钱，我怎么打游戏呢？啊！你只是轻薄本，跟你打游戏会拖我后腿。早知道先看攻略再下单了。科技有温度，吐槽有风度，测评很鬼畜。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方的黑丝科技，我是丝姐猪猪。从基础的文档编辑、在线课程学习，到复杂的专业软件应用、创意设计，笔记本电脑贯穿于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它不单单是完成学习任务的必备工具，也是课余时间娱乐放松、拓展兴趣爱好的绝佳平台。然而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笔记本电脑产品，不同的品牌、型号、配置和价格，可能会让同学们感到眼花缭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。别担心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期视频，为不同需求和预算的学生党们精心挑选出最适合的笔记本电脑，助力大家在新学期一路狂飙。万元价位的一线品牌游戏本，丝姐推荐的是 ROG 魔霸9。这款笔记本使用了 R99955HX 加 RTX 5060的配置，处理器性能十分强悍，新显卡支持 DLSS 4，在你需要的时候能大幅提高游戏帧数。外观方面 ，ROG 魔霸9的外观依然酷炫，有单键 RGB 灯、发光的信仰之眼 logo 以及 RGB U 型炫彩底盘灯，旗舰机的气质拿捏到位。屏幕使用2560×1600 240赫兹的规格，亮度有500多尼特，支持 DCI-P3 广色域和色域切换。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加了抗反射涂层和相位增益补偿膜，暗部细节不容易被杂光干扰，玩游戏和看电影都更有通透的观感。笔记本使用7热管、3风扇内吹散热，散热模具照顾到里面各个发热部位，堪比中央空调。双烤有75+115瓦的性能释放。烤机噪音控制非常安静，实际游戏帧数比较高，安静不打扰。而 R99955HX 处理器采用了新的正5架构，提高能效，并且改善了积热问题。16个大核心个个都是大腿，让 R23多核跑到接近4万分，生产力拔尖，简直是搬砖神器。另外，64兆大3环对游戏也有一些加成。笔记本的缺点是16寸的机身，键盘没有配备数字小键盘，不过大面积的触摸板支持虚拟数字键盘输入。接口的位置安排在机身左右两边 ，USB-A 口只有2个，数量稍微有点少了。拆开机身内部，能看到魔霸9配备了2个内存插槽和双 M2 硬盘位，对于想要扩展内存、硬盘容量的玩家来说非常友好。并且本代魔霸加入了光感断电功能，移除后盖便会自动切断电源，就算是小白玩家也能自己动手，轻松完成加装啦。总的来说 ，ROG 魔霸9的性能很不错，其他方面的体验也给得很足，比如 RGB 氛围灯、抗反射屏幕、支持杜比全景声、更加安静的风扇噪音等。如果你比较看重这些细节，那 ROG 魔霸9就是那台能给你带来更好体验的游戏本。ROG 魔霸9是一款定位高端旗舰的16寸游戏本，主要面向追求极致游戏体验的硬核玩家，以及对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内容创作者。预算充足的大学生们，不妨直接冲！
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，拯救者家族里面很难挑出一台物美价廉的产品。如果有朋友就是喜欢一线品牌，那么思姐就推荐拯救者 R9000P、R7000P 和 R9000P。虽然都采用了 R98945HX 处理器和 RTX 5060显卡，但外围配置也随着价格层层递进。R9000P 比 R7000P 好的地方是使用3热管、3风扇散热，除了双烤极限功耗更高之外，南桥和内存温度因为内吹风扇散热温度更低更稳定。R7000P 的扬声器一般，R9000P 使用高低音分频的4扬声器，好听一些。另外 ，R9000P 标配32G 内存，比 R7000P 多16G， 全金属机身，质感也更好。总的来说 ，R9000P 是 R7000P 的全面升级版。2台电脑的差价总共不到700块，光是16G 内存就值300元差价。这么看来，加一点钱上 R9000P 也能接受。笔记本双烤有100+115瓦性能释放，噪音不大，性能、噪音、屏幕、扬声器、质感等都不错，没什么短板，综合水桶。长板是 R98945HX 16核32线程，很给力，有繁重的计算任务可以放心交给它。虽说 R9000P 是思姐比较愿意选择的拯救者游戏本，但原价9999元，国补后7999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。这个价格啊，可以买到2线的5070 钛显卡笔记本，性能强很多。如果你预算真的很充足，而且不放心2线品牌，那么选择 R9000P 可以考虑。一般来说，轻薄本主打轻薄和续航好，游戏本虽然笨重，但性能强。这时候如果有小伙伴想要既轻薄又性能强的笔记本，那就得选择独显但又相对轻便的全能本了。思姐推荐的就是主打轻薄便携全能本的标杆之一天选 Air 2025。新款华硕天选 Air 的机身重量是1.45千克，相比旧款依然便携。性能这边，锐龙 AI7H350 改善了大小核之间通讯延迟的问题，性能和能效有小幅提升。显卡从 RTX 4060升级成 RTX 5060，跟天选 Air 很搭配，性能比上代提升15%左右。笔记本使用3热管、双风扇散热，双烤有120瓦左右的性能释放。虽然不能碰瓷游戏本，但实际游戏帧数可以接受。反正远好于没独显但重量差不多的轻薄本。其他方面，笔记本有73瓦时电池，但续航表现很持久，接近轻薄本的水平，很不错。笔记本使用板载 LPDDR5X 内存，所以内存是不能升级的，但支持加装2280固态硬盘，小机身带独显，还给了硬盘扩展空间，值得一个好评。售价方面，天选 Air 来到9000多，目前的价格依然有点小贵。但如果你需要用到独显的性能，又馋轻薄的机身，那么天选 Air 依然是比较推荐的选择。耀视16 Ultra 是机哥的旗舰游戏本，配置也很给力，价格比同样配置的一线品牌游戏本便宜2-3千块。机器本身比较优秀，这款笔记本使用 Ultra 9 275HX 处理器，极限性能非常给力，毕竟有24个核心，而且低负载的功耗压得很低，相比上一代大幅延长了笔记本的续航能力。显卡方面 ，RTX 5070 钛是比较不错的游戏显卡，有12G 显存，相比5060，部分游戏的帧数能提高80%，非常适合进阶的游戏玩家。在某些工业软件中用来加速计算也有更高的效率。散热这边，耀视16 Ultra 的散热模组比较豪华，使用5热管3风扇内吹散热，双烤总功耗有210瓦，在控制中心解锁功耗限制能提升到260瓦，已经是第一梯队的散热水平。如果你愿意再加一个水冷散热箱，那么这台笔记本的噪音会明显降低，而且极限功耗和芯片温度还能变得更好，性能表现甚至能超越2-3万的风冷笔记本。所以思姐才会认为这台笔记本虽然来到1万多元，但性价比依然出色。屏幕用料不错，分辨率、亮度、色域切换都称心如意，300赫兹刷新率，玩高帧电竞爽歪歪，是这个价位比较少见的配置了。内部支持加装硬盘和内存。笔记本的缺点是高负载下键盘面温度比较高，经常玩3A 大作的话呢，需要外接键盘了。3个 USB-A 口的速度都只有5G， 也算是一个吧。综合下来，机械革命耀视16 Ultra 是一台配置很高，但价格依然有性价比的高端游戏本。
如果你需要很强的性能，兼顾噪音和性价比，那么可以考虑这台笔记本。最新的电脑硬件通常有溢价成分，精打细算的朋友通常选择上代的旗舰处理器，性能依然顶级，但电脑的价格却低了很多。思姐推荐的是机械师曙光16S，这台笔记本使用了7945HX 处理器加 2K 300赫兹高刷屏加5060显卡的配置，售价只要7299元。思姐觉得这是一台比较高端水桶，兼顾高性价比游戏本，3A 游戏有5060兜底。帧数不够，开 DLSS 4弥补一下。电竞也有300赫兹高刷屏，贴脸钢枪刚不赢就不能怪电脑了。笔记本的缺点是使用 QLC 固态硬盘，另外待机续航时间偏短，不插电就没什么安全感。处理器的单核性能够用，但不顶尖。总的来说，这台电脑不是没有缺点，但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，核心硬件十分给力，适合预算有限、需要很强 CPU 算力的学生朋友。Redmi Book 14换新版相比上代并没有太多换新的地方，不过国补后售价只要2399元，算是买了用得到就不会吃亏的选择。Redmi Book 14换新版搭载了旧款的 i5-12450H 处理器，这个价位的轻薄本基本都用清库存的旧款处理器，甚至还有 N100这种超低功耗 CPU。如果只是简单学习办公，那么 i5-12450H 的性能也是够用的。屏幕这边，笔记本使用1920×1200 60赫兹 LCD 屏，色准不错。到了这个价位啊，只要正规一点的高色域屏就算及格了。Redmi Book 14依然给到全金属机身，外观看上去不会很廉价。电脑使用双热管双风扇散热，比单热管单风扇这种极度压缩成本的散热模组好多了。支持加装一根固态硬盘，扬声器比几千块的游戏本好一些。笔记本的短板是 i5-12450H 的续航比较一般，出门需要带电源适配器的几率可能大一点，核显不是很给力，玩电竞游戏的帧数啊可能不够高。另外就是笔记本不支持指纹识别，有保密需求就得要输入密码了。考虑到价格，这些缺点也不是不能克服的。如果你的专业只需要查看编辑的文档，没有运行大型应用的需求，那么 Redmi Book 14换新版是很经济实惠的选择。如果你不建议 OLED 屏幕的话，你可以看看性价比明显高了很多的超薄本机械革命星耀14，4000块能买到1000克的超薄本，而且各方面的配置也不低，比较少见。这款超薄本使用了高分辨率 OLED 屏幕，显示色彩和对比度非常出色，看视频很爽。缺点是屏幕使用1200赫兹 PWM 调光，算是做了一些护眼的工作，但不够极致。另外 ，OLED 屏可能存在烧屏风险，就看你怎么选了。性能方面，星耀14使用锐龙 7H255 处理器，8核心16线程正4架构，这款处理器比较接近锐龙7 8745H 的马甲，放在入门价位里，性能、能效、核显都比较均衡，说得过去。要知道，轻在笔记本里属于比较昂贵的元素。星耀14使用镁合金机身，重量只有1000克出头，但价格只要4000左右，还给到32G 内存加1T 硬盘，感觉像是在做慈善。如果你经常背着电脑上下学，相信你会有舍弃笔记本的某些优点，换取更轻的重量的想法。在这么轻的机身下，星耀14给到了双热管双风扇散热，噪音不大，但极限性能也还行。因为很多入门价位的超轻薄本，出于降低成本和难度，更偏爱使用稍微妥协性能和噪音的单热管单风扇配置。另外，笔记本居然配备了80瓦时大电池，续航也不错。笔记本的短板是触摸板用的是塑料材质，滑动手感一般，跟超薄本的尊贵气质不太搭。另外，毕竟是超薄本，性能上限不如正常轻薄本那么高。综合来讲，机械革命星耀14是一台性价比高、配置还可以的超薄本，适合预算不多但对便携性有很高要求的同学。当预
算来到4000到5000这个价位区间的轻薄本，会有全方位的提升。四姐首先推荐的是 ThinkBook 14加，这台电脑的优点就是全面，屏幕、性能、配置、接口等都不错，是万金油的选择。如果你的预算来到这个区间，又不知道想要什么电脑，那么选这台基本不会出错。ThinkBook 14加居然在14英寸的机身里塞进了85瓦时大电池，加上 Ultra 200系列的能效比进步，这让 ThinkBook 14加获得了比较长的续航时间，在主打性能的笔记本里比较难得。接口方面 ，ThinkBook 14加可以说是量大管饱，3A2C 都赶上游戏本的配置了。另外还有 microSD 读卡器、有线网口、TGX 接口。如果你有很多外接设备，它就最合适不过了。笔记本的短板是机身有点重，1.5千克，比常规14寸轻薄本要重一些，相对没有那么便携，但笔记本很水桶。现在轻薄本性能越来越好了，甚至可以低画质玩3A 游戏，放以前啊是完全不敢想的。不过笔记本的续航却没什么进步，跟放心使用一整天还有点距离。而且啊，大部分轻薄本用户对性能的要求没那么高，能流畅使用办公3件套就可以了，反而对外观质感、重量和续航有更多的期待。接下来思姐要推荐的是一款真便携，而且续航时间很长的轻薄本灵耀14 Air。这台笔记本长续航的原因是使用了 Luna Lake 处理器 ，Ultra 7 258V 有4大核、4小核，取消了多线程，换取更强的单核性能和更好的能效。待机功耗只有1把左右。140B 核显性能也不错，可以玩一些小游戏。这台笔记本的做工非常精致，键盘手感不错，颜值能带出街，薄机身能给到 EA2C HDMI 接口，还是不错的。电池容量有72瓦时 ，PCMark 10，办公续航能跑接近20小时，实际能满足一整天办公，而且不插电时，性能基本没打折扣，极致的长续航。笔记本使用 VC 均热板加双风扇散热，比较高级，因为这是一台只有1.15千克的轻薄本，机身太薄，导致烤机的时候 C 面温度比较高，不过日常使用基本没热感。不得不提的是，这台电脑使用了高低音分屏的扬声器，外放效果给力，华硕的 OLED 屏幕也不错，色准优秀，分辨率很高，有完善的防烧屏机制，中高亮度使用类 DC 调光，配合扬声器看视频效果不错。灵耀14 Air 算是7000元价格里综合性能比较全面的长续航轻薄本。因为内存是封装到处理器旁边，所以这台笔记本的内存是不可以加装升级的。Ultra 7版本有32G，Ultra 5版本有16G。两款处理器的性能差距并不大，影响购买的决策点主要是对内存容量的需求有多大。轻办公16G 就够了，而 Ultra 7的价格只贵了400块，买到额外的16G 高频内存也算良心价。预算够的话，四姐推荐优先买 Ultra 7版本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思姐本期推荐的笔记本电脑啦，请各位同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选择。各位学生朋友购买电脑的时候啊，多留意电商价格变动，最好在低价的时候入手。有些电脑支持学生优惠价，这个优惠不拿白不拿。买了之后那几天留意有没有保价的机会，能省一点是一点嘛。如果各位朋友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欢迎大家点赞投币，直达链接放在评论区。收藏视频后，随时可以点开链接查看电脑价格变动。感谢各位朋友能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